刚刚呢，从美国和日本旅游回来啊，我不吹也不黑。今天呢，只想说一下美国的一个所见所闻，说几句肺腑之言啊，和我们平时以前在书本或者是在新闻里面报道里面当中呢，完全是不一样的。都说呢，美国是一个发达国家，但是去到美国之后呢，我发现美国那边真的就像一个大农村一样，和我曾经看到的画面和了解到的一些美国呢，完全是不一样的。那今天呢，全部都说的都是肺腑之言，全部都是大实话啊。希望呢大家能够给我点赞支持一下，我现在呢就一一的给大家道来啊。首先呢，我先去的是美国的一个洛杉矶，还有它的纽约啊，因为我要看一下那边的地铁要有多发达，有多牛啊，毕竟美国是发达国家嘛。当我进入到地铁站之后呢，我发现有大量逃票的，都说美国人很有素质啊，但是那些逃票的呀，大部分还都是一些年轻人或者是一些流浪汉，根本就没有人管啊。然后地铁的车厢里面到处都是各种涂鸦，散发着各种难闻的一个味道，包括板凳上面、椅子上面、车厢里面那种环境，真的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糟糕啊。然后走在马路上面，有时候还会发现这个地上呢，它虽然说美国是一个发达国家，但是路面那个路灯啊，包括水泥板，有的很多都破洞了啊。就是能够从这个洞里面看到下面的一个下水管道，就是非常危险，万一踩空了，人掉下去之后人就不见了，也不会有人呢去能够找到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美国那边的人口失踪是经常有发生的一个事情，因为在美国那边的医疗也是非常发达的，什么人人都有保险，但是呢全民医疗呢它只能够报销一部分，很多人呢去公立医院呢都是要排大长队的啊。就是别再羡慕什么美国好美国梦了，美国那边的生活真的不好，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而且很多人呢因为那边的公立医院排队，私立医院又非常贵，消费不起，就只能冒险的跑到莫斯科那边去就医，结果在路上呢被劫匪直接给抓住了，然后就不幸的丧命了，或者是被抢劫一空，财产呢洗劫一空。这就是美国一个就医的一个真实情况。在美国那边吃饭我也发现了，那边的老板呢真的是完全不知道是为什么啊，就是做好的一个美食，因为他们那边外卖是不普及嘛，没有办法去送到千家万户的手里，没有办法去搞那个网上的那个铺面开展嘛，所以说那边的移动支付也非常的落后不发达。虽然他们有当地的一个支付，但是人们呢还是喜欢用那种现金啊，用那种纸，用现金去消费。所以说他们的食物呢2个小时之内没有被卖掉，基本上全部都倒到垃圾桶里面的，也不会去施舍给那种流浪汉，因为呢施舍之后呢基本上都非常现实，这种东西呢就不值钱了，就没有人花高价再来买了。就是很多奶茶店包括一些糕点店，晚上下班之后呢就全部都扔到垃圾桶里面，也不会呢就是良心发现，有些企业比较有良心。然后呢美国那边呢，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公交车呀基本上你是等不到了啊，就是半个多小时1个多小时呢甚至都不来一趟，不像咱们国内2-3分钟就来一趟，非常的方便。所以说美国人呢人人有车也不足为奇了，因为你们不买车的话基本上就是寸步难行的。美国呢基本上也是人人都住那种大别墅啊，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土地是私有化的，比如说你在马路上摘了一朵花，然后或者是什么的，觉得它好看去摘，就很有可能呢会面临巨额的一个罚款，很有可能别人的那个庄主呢，就是土地的主人呢就会起诉你，搞不好就会罚款啊，再搞不好呢还会进那种法院，然后教育批评你，很有可能呢就会去坐牢。还有就是在美国那边你出门呢，你遛狗呢你必须带那种遛狗证的啊，狗屎呢也要自己收拾，不然呢就会被别人投诉。还有在美国那边我还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，就是他们没有晾衣服的一个习惯啊，他们那边基本上没有什么晾衣架，也不允许装啊，他们都喜欢用那种烘干机或者是洗碗机。我也不知道这是一种懒惰的行为还是一种科技发达的一种行为啊，反正什么都是烘干的，能用机器绝对不用手，绝对不人工干啊。洗完盘子之后呢也是把它烘干，然后上班的时候呢，你包括那种写字楼里面那种空调灯，1年4季空调全部都是开着的，那加湿器也是不断啊，必须要保持一个恒温。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，就是美国人呢天天呢中午呢都会去那个教堂里面去蹭饭啊，而且呢美国人手上呢因为没有什么钱，可能连$100都拿不出来，甚至有的人呢连$50都拿不出来，过的呢也是非常的拮据吧，就是提前消费嘛，提前把各种卡都透支了，如果说一旦失业，很有可能就面临破产。这就是呢我在美国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所见所闻。当然了，这只是一小部分啊，后面呢我们会分享更多。今天的视频呢我们就拍到这里，不知道大家呢对美国都有什么样的印象？如果说有机会你会去美国旅行吗？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。